你好，如果我们想选择适合自己打坐的坐垫，我们可以先从功能上了解这个垫子在实际的静坐过程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就是按需选择。我们盘腿静坐打坐的时候，尾椎骨下需要垫高，将尾椎骨顺着我们的脊柱到我们的后背，到我们的颈椎，整个都托起来。由于垫高，腰部也会微微产生一个向前挺出的趋势，同时臀部会向后出去一点点，这样坐着就不会累，毫不费力的身体就会自然的保持一种非常平衡的状态。注意，越自然越舒服。而垫高的这个地方，如果处理的不对，或者不垫垫子，就会发生失去平衡，导致后仰甚至颈椎疼痛的情况。而失去平衡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肌肉会不知不觉地施加更多的力来牵制，以维持这种平衡，从而紧绷，就达不到静坐应该有的效果了。基于静坐过程当中基本功能的需求，我们大概对这个垫子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结构，也就是基本平面加垫高层。基本平面对硬度、对支撑力有比较高的要求，同时呢又不能硌我们的脚，不能硌我们的骨头，对吧？如果是直接坐在地面上，可以添加缓冲材质来增加它的舒适度。如果这个平面可以直接坐上去，那么加一个垫高层就可以了。垫高层呢相对柔软，但是依旧对支撑力和硬度都有要求。刚刚说的是结构的支撑性、可塑性方面的问题，还有材质的选择。每一种材质都有其对应的触感，给我们不同的感觉。比如大理石的冰凉，木头的温润。春夏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材料的透气性有更多的需求，而秋冬侧重于保暖，需要材质提供温暖的属性多一点。磨磨唧唧说了这么多，也可以直接上网买。但是现在很多坐垫商家对坐垫成分的标注是非常模糊的，还有坐垫高度的设定，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和状态也不一样，所以在高度的选择上，有的同学5厘米比较舒适，有的同学15厘米会比较舒适，而这个高度具体是多少，这个中的差异只有自己亲自去尝试了才知道什么样最适合自己。还有坐垫的设计，佛里佛气的。本来静坐是非常日常化的身心训练，归根约静嘛，老祖宗们早就说得非常清楚了。释迦牟尼老师的坐垫都没有这么佛气，非常天然，有什么用什么。相传释迦牟尼老师在悟道前曾苦修6年，忍受饥饿痛苦，最后昏倒了。醒来后发现苦修并不是对的方向，于是转往菩提树下铺设吉祥草为坐垫，加敷而坐，静坐7天7夜，从而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而成为佛陀。注意哦，我们可以暂且不论7天7夜这个信息，但是一定不要忽视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静坐。而在《金刚经》的一开头，也描述了释迦牟尼老师吃完饭，洗净双脚，整理坐垫，加敷而坐的场景，非常生动。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尔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其已，还至本处，饭食已，收衣钵，洗足已，敷坐而坐。佛教认为，也就是释迦牟尼的粉丝团们认为，释迦牟尼为世间最尊贵者。这里的世尊就是指释迦牟尼老师，其实远不止这些例子，只不过人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容易把重点放在言说上，而忽略了经文对场景中人物行为的描述。静坐始终在佛学经典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静的练习、静学的传承也关乎于华夏文明的延续，起到了真正的脉络相传的作用。通过深度静的练习，一方面我们可以像清理电脑缓存一样，清理我们超负荷的大脑，变得清明，还能全面的开启智慧。注意，
智慧不同于聪明，也可以脱离不必要的情绪痛苦，每天都是非常好的清爽的精神面貌，何乐不为呢？好了，我们再回到坐垫，我们拿家里面有的现成的组合一下，去体验一下，做一下，触摸一下，看看自己喜不喜欢，是什么感觉。尝试的过程就是体验的过程。关于坐垫，也就直接涉及到我们静坐姿势的问题，没有一步到位，只有不断微调，不断的回到身体最直接的对舒适的感知上来。视频最后是我近段时间在用的一些组合，这不是降温了吗？早上起来直接床上坐一会儿，荞麦壳的枕头垫高，被子搭住脚，秋冬还是很方便的。如果是天热的时候起床，直接在地上静坐，一个草团子加浴巾折叠垫高。白天想静坐的时候，会拿麻毯卷起来，这个是我今年才发现的，还是蛮不错的选择。这个视频的录制也是用这个毯子卷起来的结构，选择的主旨就是有什么用什么，万物皆可垫，一切皆可做，只要你准备好了。以上组合呢，不供参考，去组合适合你自己的坐垫，希望你也能体验到静下来之后的极致舒爽。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坐垫组合，感谢订阅我的频道，我将继续分享人体静下来之后的奇妙之旅。再见。